是我遗忘的角落。这大荒的规则，看破难说破，无缘若何，复活相生相克。水如你的梦，被我的敬畏驱动情体会，天涯暗自张望，人历历如灰，不为此心悸，被相思夺泪心之内，总有那份情如流水长如水，大到天地不遂，日夜不退，爱不再卑微，轻描淡写的梦为你来点缀，不求山盟海誓做你身旁的花蕾，愿只此一生可有你的石碑，枕上柳树梦醒可缓缓归。纯真小麦111您收看枕上书，一瓶顺滑小红柚，三生情路不坎坷，一口就红鸾心动，四海八荒的当红诱惑。好冷，好冷。敢在禁闭妖邪的结界中直接睡去，你是开天辟地头一个。妖邪的浊息会将置身其间的人梦掩住。你这3万岁的年纪，连这些为神为仙的钥匙都记不住吗？娘亲，娘亲，我要，娘亲，娘亲，好冷，不要离开，我不是故意要离开的，我真的好冷，你就陪我一起睡吧。看来真的病得不轻，已经开始说胡话了。娘亲，哭也没用，就算你再哭高3个调门也没用，我又不是你的。不要理我，让我哭死算了。乖一些。
不用紧张，我没对你做什么，你自己睡中沾了上来，中途又嫌热，自己动手松了领口。我为什么在这儿？不是应该在解忧泉吗？你说你要照顾我，但谁知你又睡着了，只好我来照顾你了。哦，那我可能太累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？因为你哭着不让我走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被淼洛遗留下来的卓西给掩住了，我只好施救于你。你病中的习惯……行了，别说了。我病中什么德行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你病中的姿态，可还有别人看过吗？除了我的家人，你是第一个。又欠他这么一份大恩，但人昏迷时也没有资格选择到底谁当自己的救命恩人。那欠这个恩，只得白欠了。这次也算是帝君救了我，我心里十分感激，否则怕是要交代在结界当中了。但是若不是帝君半年前将我带到浮羽山，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境地。所以帝君虽救了我，但终归这2件事我们就算扯平了。帝君你看如何？那你一直介意的我隔了半年才来救你，以及我变成司帕骗你的事。你还敢专门提这2件事，不愧是帝君，真是太有胆色了。这2件事，帝君佛法修得好，我如何看不过也就是一种看法罢了。万事皆有万事的因果，帝君又何须追问呢？比起来，我倒更想问问帝君，方才我是因为病了才会不清醒的往你身上贴上去，你推开我一次，我就不会再贴上去了。你为什么不将我再次推开，反而还要等到我出洋相啊？你主动投怀送抱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挺难得的，我干嘛要推开？帝君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讲理的人。我不想讲理的时候就不讲，想讲理的时候，偶尔也会讲一讲。总之，非常感谢帝君的照拂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也不知道现在哪个时辰了，小妍这会儿可能会找我，我先告辞。哦，我记得你小时候因为走夜路而掉进了蛇窝，从此再不敢走夜路。不知你仔细瞧过外面的天色没有？天已经黑了。这外面有人，难道是季豪？看样子真的是。你反应是不是过激了点？嘘！我刚刚在门口那儿看到一个人影，这个时候来找你只能是季豪。为什么他进来我们就不能大声说话？他要误会了，你要怎么跟他解释啊？我为何要跟他解释？你不怕他误会吗？我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闹够了吗？闹够了就乖乖躺好，我去给你端药。老师，我一同端去。
君这是闹的哪一出？他真不怕姬恒吃醋吗？小九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老子还以为你被巨蟒给吃了呢。你别喊了，你就不怕别人听到啊？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哎，所以昨晚后来又如何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吹了。你呢？昨晚我在地道里找了你一夜都没找到。我也没找到。不过后来我遇见了帝君。冰块脸？他也去偷拼波果啊？啊，当然不是。啊，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你帮我分析分析啊。说。昨晚帝君他救了我，我们只是暂时同处一处，没想到后来姬恒进来了。什么？姬恒半夜去找冰块脸？好你个冰块脸！不是，假装答应老子能跟姬恒来往，背地里却玩阴的。也不是，你先别慌，他们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只是当时我是在帝君的床上休息来着，我们也什么事儿没发生啊。不过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帝君居然毫不掩饰，一点都不怕姬恒发现。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老子就晓得冰块脸根本没有这么大度，他假装答应不干涉我同姬恒来往，其实暗中记恨，还把这种妒忌之情发泄在了无辜的姬恒身上。嘿，妒忌？意思就是他出于妒忌要伤害姬恒。他妒忌你？对啊。你看啊，他让姬恒知道他的床上还躺着另外一个女人，这摆明了是要伤姬恒的心。因为姬恒同老子来往，也伤了他的心。哎呀，这么看来，冰块脸对姬恒也用情颇深，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释然自己的情怀。哎，情怀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？这说得通吗？怎么说不通了？老子觉得合情合理。哼，冰块脸越是这么对待姬恒，老子就越有机会把姬恒从他身边撬过来。老子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戏了。算了吧，俗话说宁拆十座庙，也不能毁一桩婚。你懂什么？毁成了的那不算什么，毁不成的那才是真正的姻缘。真没想到，这情爱之中竟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，而且这些心思还都能环环相扣起来。我当年没有学到一分半毫有用的本事，就想往太城宫跑，多见见帝君。只能说全靠胆子大。最后果然他都不曾留意到我今日方知自己当初有多幼稚。杨君，司命，你干什么坏事了？怎么一脸坏笑？没有，小仙刚才想起了小殿下。想起凤九？哎，小仙想起了初识小殿下的时候，有意思。那时候他看起来聪明伶俐，胆大包天，什么祸都敢闯啊。可为人却十分天真。你跟他说点什么事儿吧，只要煞有介事几分，保管会让他上当。我也记得。当年折颜上神骗他说，只要吃了桃林里的桃子，就会怀上小娃娃，他吓得哇哇大哭。还是白针上神当着他的面连吃了5个桃子，他呀每天都盯着白针上神的肚子，过了好一阵子，果真没有小娃娃出来，才放心下来。那后来帝君也骗过他一次。你是说他还是小狐狸的时候？是啊。他又相信了？信，那毕竟说这话的人是帝君嘛。元君呐，连宋殿下好像起了疑心喽。他起什么疑心？如今小殿下与帝君同在梵音谷，之前的种种也不知是该替小殿下隐瞒呢，还是顺势揭开。或许他二人也会有自己的造化吧。可你不是早就确认过他们并无缘分？可若无缘分，他二人又怎会在梵音谷再次相遇？
又一起被牵扯到妙以渊一事中。若能改写命运，有新的造化也未可知。小仙只是要提醒元君一句：三殿下若想搞清楚一件事，那可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！他一定会来找你，该如何应对？元君自己要有一个决断。好。哼，就知道你会来，东华。昨日我们春风玉露一相逢，是否胜却人间无数啊？看来，你是用了锁魂玉的力量，在月圆之夜唤出了画像。是又怎样？锁魂玉已经被我吸收，而你的封印，我很快就会冲破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还会用画像吗？我用画像只不过是想去探探你心底的秘密。现在还不是我们交手的时候。我们不会有交手的时机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出来。我知道你今日为什么来，因为我知道你心底的秘密，所以你心神不宁了。你猜，我的画像昨日在你怀中看见了什么？你心底的花海之后，有一个白衣女子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而这个白衣女子也逃不过我的手心。你的画像不会再出来了。你知道你禁锢不了我多久？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。我要加快拿到平婆果的速度，或者那个女孩的红旗。哎，你推我干嘛？我得赶紧走。不是，门在这儿啊！来不及了。哎，小九，是九尾红狐。枉你和他同住一院，竟不知道他是青丘帝姬。他是说过他叫白凤九，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青丘帝姬。话说你来干嘛呀？小九交代了啊，他暂时不想见你。小燕魔君现在说话，竟然学会用我了。怎么听不习惯？那老子还这样跟你讲话？呵呵。这是他的房间，你怎可随意进出？那你又进来干嘛？你们同住一院多久了？从入谷到现在有半年了。哎，你个冰块脸，老子干嘛要回答你啊？本君看上了你的西厢房，愿用御林院的西厢房同你交换。哼，不稀罕。姬恒也住在御林院。姬恒，小燕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是？我助人为乐，跟人换了住处。从今以后，我就跟你同住一个院子里了。你有事随时吩咐。要我帮忙浇花吗？小燕，和你一块同住疾风院的人是谁啊？小九啊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是不欢迎我？九哥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发呆啊？哦，你要去哪儿啊，蒙少？啊，过几日要举办中学竞技赛，我打算去夫子那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手的。哦。
这几日天气越发寒冷，你早些回房，小心着凉生病。太奇怪了吧！我都来梵音谷大半年了，也没见天气好转。这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你有所不知，这梵音谷啊，一年并没有四季之分。你的意思是梵音谷一直都是这样冷冷的？不错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其实100余年前，梵音谷也有春华秋实，夏种冬藏，只是后来变了模样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据说在200年前，比翼鸟族有一位神官长，名叫沈夜。当年沈夜将春夏秋一剑斩入袖中，一起带走，隐士奇南神宫，再未踏出半步。从此，梵音谷便只剩下冬季。哦，可是为什么沈夜要一剑斩下3季呢？据说是和阿兰惹有关。阿兰惹是谁啊？嘘，阿兰惹是比翼鸟族的2公主。相传她在世时很喜欢春夏秋3季，但她离世后，阿兰惹这3个字便被列为了合族禁语。沈夜将这3季带走，是提醒比翼鸟族，即便不能提阿兰惹的名字，也时刻不能将她忘记。为什么阿兰惹这个名字会成为禁语啊？哎呀，这个你就别管了。总而言之，千万别跟别人提起沈夜和阿兰惹，这可是比翼鸟族的禁忌。这阿兰惹如果喜欢的是冷冰冰的冬天就好了，这样留给梵音谷的日子起码不会这么难熬。刚刚才跟你说别提。好，不提就不提。那你手上拿的罐子是什么？你一直拿着，给我看。这个改日再谈。今日跟你聊了这么久，我还得去夫子那里啊。不看就不看了，记得改天给我讲沈夜和阿兰惹的故事。哎，哎呦，冻死我了！他为何在？你这是？怎么？小叶没跟你说吗？我们换院子了。从今天起，由你来伺候我。谁？重林在的话，茶早泡好了。那你为何入谷的时候不将重林一起带过来啊？你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还要让他来？为什么我在这里你就不能带他来了？他来了，我就不好意思使唤你了。为什么他来了你就不好意思使唤我了呀？说的也是，他来了，我照样可以使唤你。去做饭吧。我发自肺腑的觉得，有时候帝君你的脸皮着实是有些厚啊。是。你的感觉很敏锐。前夜，你不是说要去盗那个什么频婆来着？哦，我没有说过什么，你也没有听见什么。其实我一直都想给帝君做鱼吃来着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那帝君想吃什么口味啊？清蒸就好。清蒸也分很多种啊，看帝君是喜欢在鱼身上开一个牡丹花刀，
然后将切片的玉兰香菇排入刀口中来蒸呢，还是更爱将香菇嫩笋直接切丁塞进鱼肚子里来蒸？这样可能……站稳当了吗？今天先做第一种，明天做第二种，后天可以换成蒜蓉烧汁。你手臂怎么了？那抱你回来的时候伤口裂开。骗人！我哪有那么重？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我的伤口，而不是你有多重。哦，那你的手臂怎么这么脆弱？因为你太重了。胡说，我才没有！啊，我说不过你是我都没打你，你说不过我是你也不行动手啊。有头发翘起来了，小白，你今天忘梳头了吗？你懂什么？这是此处正流行的发饰。哦，你方才叫我小白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小白，这个名字从未有人叫过。前几日你不还兴冲冲地与帝君交换了住处，今日为何如此郁闷？姬恒好像不太欢迎我，这几日他总是沉着脸，跟他说话也不太搭理。你别想太多，姬恒乐师说不定有心事罢了。他侍奉帝君，与帝君朝夕相处惯了，可能一时之间不大适应。你现在与他朝夕相处，等日子久了，他就会发现你的好了啊。你说的对，我一定要加倍努力。你说帝君搬到九歌公主那儿，这是有何深意啊？深意？帝君他老人家莫不是看上了九歌？哎，那你说，九歌跟冰块脸般配吗？九歌呢，生了一副好样貌，看起来与帝君还确实相配。好极了！九哥跟冰块脸朝夕相处，要是把他们俩撮合到一起，我再趁姬恒伤心的时候好好安慰一番，你说他会怎么样？怎么听你这么说，有点像趁虚而入？而且你这么对九哥，也太明显的重色轻友了。你懂个屁！良缘难得，我给九哥找良配，这是在为他着想。不过，我之前在小九那说了太多冰块脸的坏话，得想个办法把他的形象扭转过来。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。你进别人房间从来不敲门吗？我哪知道你没穿衣服啊？你没穿衣服干嘛不把门插上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为什么要插门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治疗伤口的药，自己敷上。过来。你涂了吗？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
这不是在图着吗？话说回来啊，以你的法力，那女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，你怎么会被她给打伤？该不会你是为了将我留下来陪你解闷儿，所以故意自己伤了手臂吧？本君有这么无聊吗？有啊。小白，你对我是不是有太多误会了？那个贫婆果没有拿到，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下月时我再去拿就是了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宗学竞技赛不是还没有开始决赛吗？来得及。秋哥，秋哥，可是温习功课太辛苦，夜里没休息好。夫子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帝君昨日还提起你，说你如今进步不小。既然有了帝君许可，老夫就在宗学竞技决赛的名单上填上了你的名字。你好好准备吧。太深奥了小燕，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你进决赛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去偷？贫婆果了。你的意思是冰块脸让夫子在决赛名单中加上了你的名字？应该是吧。昨天帝君他还问我关于贫婆果的事呢。小九，冰块脸，不，东华帝君，他向来严肃耿介，在八荒六合都威名盛传。你没事儿吧？你不是一向同帝君不对付的吗？你想想啊，他既然为了你专程去找夫子开后门，而不顾自己的威名受损，小九，这个恩情可不一般呐。这次他确实是帮了我，但是他也捉弄过我呀。他半年不来救你，便怕他骗你，这些不过是小过小失，跟帮你进入决赛这种大恩大德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小九，他对你自然是功大于过的，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人。你觉得我对帝君是小题大做了吗？咱们为魔为仙都要懂得知恩图报，要是因为他曾经对你有一点小过失，就连这种大恩都视而不见，那跟凡人、跟畜生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你既然对帝君改观这么大我以前对东华误会太深了。通过他这次的举动，我发现其实他明显是想结交你这个朋友。小九，你要珍惜能结交到这么一个朋友，不要再继续误会他了。哎呀，这个我得好好想一想。哎呀，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，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我真无耻。你继续，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爱好，打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以为老子有什么爱好？告辞。别走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是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小九。你对不起小九，补偿他便是。你打自己干嘛呀？就是那个，就觉得有点那个。重色轻友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小九跟我同过生死，共过患难，我这样对待他，有点不义气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这么清楚啊？我皇兄哪藏得住心事啊？随便炸炸他，什么都说了。
蒙少跟你说什么了？就是说，你觉得老师和小九朝夕相对，就对他情根深重，而你也跟小九朝夕相对不少时日，这样就衬托你用情专一，只专注乐师，你就大可在乐师伤心之余趁虚而入，促成你们俩一段姻缘啊。他这么一总结，总觉得我更无耻了。你说，要是你是小九，知道我出于私心要撮合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你会不会生我气啊？你是瞎子吗？啊？整个翻音谷恐怕就你一个人觉得小九不喜欢老师吧？啊？你不会以为一个姑娘对你说讨厌就是真讨厌，不喜欢就是真不喜欢吧？不，可是小九干嘛要骗我啊？他喜欢冰块脸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跟你这种人说话真是浪费时间。那小九喜欢冰块脸，那我撮合他们就不用有任何负担了。对啊。那姬恒说他不喜欢，其实是他这是真不喜欢。你怎么知道？凭什么小九的不喜欢就是喜欢，姬恒的不喜欢就是真不喜欢？自然是因为对象是老师了。啊？小九在跟乐师斗气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啊！若不是因为老师，小九干嘛跟乐师计较啊？他是那么爱计较的人吗？乐师喜欢老师，人人都知道，但是小九为什么避开老师，这我不知道。不过，这不就证明他很在意吗？反正姑娘家的心思无非就是这些：乐师追着老师跑，老师追着小九跑，小九主动避开，就是他们相处方式吧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不但没有对不起小九，反而是在帮他。看不出来冰块脸居然这么有女人缘。哎，我记得你不是也对他……那些儿女情长什么的，我早参悟透了，没意思。你对他已经没好感了？之前老师对乐师好，我觉得只要我努力变得比乐师优秀，老师也会对我好。可是呢，后来小九来了，老师对小九是不一样的，跟旁人无关，是怎么努力都无法挤进去的。我堂堂比翼鸟族的郡主，不过是男人罢了，有什么可放在心上的？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冰块脸的错，谁让他勾三搭四，用情不专？就你这脑子，想破天也想不出什么。你就好好追你的乐师吧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我说我怎么之前越来越糊涂了？我就不该找蒙少解惑，应该找你。你早就该发现了。你也是个姑娘，我怎么给忘了？小燕，你找死啊！不过现在是老天在帮我，姬恒一定也会像你一样，迟早发现冰块脸的真面目，然后不再喜欢他。小九，恭喜你，终于进了宗学竞技决赛。九哥，祝愿你得偿所愿。干杯！来。不过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帝君帮忙。小燕说的对，这个恩情我是得报的。真的，要没有帝君的话，我可能就进不了决赛了。所以过几日我要在醉里先千金一掷宴请帝君，大家一定要来啊！一定一定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就对了。干杯！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是进了决赛，但是我都不知道决赛要比些什么呢。还能比什么？肯定就是比谁的法术高强呗。恰恰相反，此次宗学竞技赛将在城外的青梅坞举行，该地禁了法术，所以此次宗学竞技赛是中规中矩的比剑而已。评比中更注重剑意和剑术。届时参赛者将立在雪桩之上持剑比试，谁先掉下去算谁输。哦，原来是比这些。反正只要不是比什么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就好。你没问题的，我相信你。哎，对了，小九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何如此执着，非要得到那频婆果？你不会真的如节律一般，为了容颜永驻吧？对啊，哪个女仙不希望能够一直貌美如春啊？算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喝酒。喝酒，喝酒，来。小九啊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频婆果，
但是，老子很欣赏你，自己想要的东西靠自己努力争取，这点咱俩很像。不过，我更羡慕你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，虽说过程曲折，但结果是好的。可是，就算进入到了决赛，也不一定能够拿到平坡果啊。若是能让姬恒喜欢上我，过程有多曲折都可以。但有些事，不是努力就可以的。哎呀，小燕，你喝多了。你们说什么有没有结果？我却连想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说的可是那个意中人青丘帝姬？是啊，没想到此生只与他见了一面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说一句话了。机会可能还是有的，只是时机未到吧。是吗？承你吉言，九哥，喝。不如这样吧，小燕壮士，届时你邀姬恒一起去醉里仙，我安排你同他坐在一起，你们好多说说话。哎，兄弟，真是好兄弟，我明天就告诉他。好，小白，进来。帝君又在叫我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我请客，您必须得来啊。来啦！如梦成全，当珍藏的爱恋被续写成篇，惦念成卷，当展阅的画面只润色你的眼，偏偏因你改变，像隔世的情话回味了的心愿，偏偏不知不觉跃进了沧桑的胭脂，带你轮廓的线。你是我心口缠缠绵绵温暖的人间，爱却不可说的缘，是锋芒的遗憾中我还不完的亏欠，是风浪催变，是繁华褪尽无声忘却，心意不变，我心口人间的天。